大家好，这里是风情优。那么本次呢，也是仗剑传说和大话西游的一次联动。介于台服上线这个活动的时间呢，跟陆服完全解锁所有活动的时间是相同的。那么这里呢，也是会把整个活动的攻略分成2期，制作成2期影片。本期呢，会主要围绕着西游转盘。那么在西游转盘之前呢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结缘宝库，跟新来的玩家还是要再说一遍的。这个结缘宝库内的所有东西，在本次的活动期间都是可以全部换完的。如果你坚持做每日任务的话，你是可以一直换到最下面这个无限制罗拉的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，也不用去想什么先换这个还是先换那个，选你自己喜欢的先换就可以了，因为都是可以换完的。然后签到就是每日签到，通行证的话你做每日任务都是可以做完的。你买不买的话，它不会影响你最终的这个宝库购买的同心结的获取数量，所以呢不买其实也是可以，但通常会去买，因为给的资源还是挺好的。剧情关卡就不多说了，大家都是可以做完的。那我们就回到重点西游转盘好了。那么本次的西游转盘中的紫霞仙子呢，是一个暴击率的伙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找一下西游的紫霞仙子，它是一个暴击率的伙伴，来到50看一下。对，暴击率。然后呢，孙悟空也是暴击率。我从网上说，好像说谁说孙悟空是格挡率，其实不是啊，是暴击率。唐僧的话是治疗加成，唐僧的2个主跟治疗有关的，所以毫无疑问肯定是治疗加成的伙伴。这一次的月宫宝盒遗物呢，是会给至尊宝和紫霞仙子2个伙伴都提升属性的，但是呢它这个效果是 12.5% 的速度，所以实际上不跟大家开玩笑，这个月宫宝盒的遗物其实没有那么好，完全可以不用拿，除非你像我这种刻度你是可以拿，正常的平民小氪是完全想都不用想的，一点都不合算。紫霞仙子呢，这边一句话给解释下来，就是它能造成连击多重攻击，然后呢每一次攻击都能降低敌方的属性。那么这种属性的话看似挺多，最多可以叠加20层，20层减攻击减防御减速度，看似都挺出色，但是实际上其实没那么好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在圣兽你需要的是爆发，那这种慢热的肯定是行不通的。你在羁绊冒险更是一两回合都扛不住的情况的话，完全也是没有任何使用的必要。它最多的一个使用空间呢，可能就是每个赛季末的这个叫什么呢？主宰，就是打一个最终 BOSS 的这么一个活动，每个赛季后都会有的，这种的话就有可能会去用到了。不过说实话，这种能代替的伙伴也是特别多，像我这边的伙伴实际上在效果上面呢，其实都不比这个紫霞仙子要差的。如果你是斗士、术士这类玩家呢，那你是可以去考虑去拿这么一只的，因为确实是给的暴击率是对输出型玩家是有需要的。这边的话就是孙悟空和唐僧了。孙悟空的话跟紫霞仙子是一样的，都是暴击率。重点就是要看这个伙伴的属性了，肯定是哪个伙伴的属性更好就选哪个。但是如果你去看孙悟空的伙伴属性，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孙悟空没有任何用处，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用处，因为他所有的技能都是围绕自己去增伤的，对玩家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。那么如果是像你这种票子数量只够你抽1个伙伴的这种普通玩家的话，那就
想都不用想了，这个孙悟空肯定是不考虑的，优先选择这个紫霞仙子。唐僧呢也是差不多，他给的治疗加成的话，除了贤者以外的任何其他职业都是不考虑的。唐僧的2个技能都是治疗，当然最主要的不是治疗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驱散异常状态以及负面效果。你看像在这边说的，并随机驱散5个异常状态或者负面效果，就是特别的优秀。因为一般情况下，就拿贤者的水妖举例好了，它也只是驱散1个，那这边呢给你驱散5个，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技能属性。但是在实战当中，其实大家通常不会获得一些奇奇怪怪的负面状态。现在这边的话，它的被动是减少玩家10%的伤害，但是呢会提供给玩家30%的暴击力以及暴击伤害。总体来说肯定是赚的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普通玩家来说肯定是赚的，因为它同时给了2个平民玩家最需要的属性，去牺牲这10%的伤害也是值得的。但是呢，对于刻度比较大的玩家来说呢，肯定就是亏的了，因为像我们这些刻度比较大的玩家来说呢，根本就是不缺暴击率的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一句话总结就是本次的所有伙伴以及遗物，论他们的技能属性以及遗物属性本身来讲呢，没有一个是值得去拿的，因为没有一个的伙伴技能有足够的亮点让你去消耗这60个，最多60个券的。但是论属性来讲呢，输出职业斗士以及术士是可以去拿紫霞仙子的，和孙悟空。紫霞仙子的优先级在悟空之上，贤者呢可以去考虑这个唐三藏，就是这样。像我在影片开始说之前说的，后续呢肯定会有第2期的，因为我这边还有大约2天的时间才会去开放剩下所有的活动。那么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给我的影片点一个赞或者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